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蛋白质与肠道的新常识》这本书。我们将基于最新的信息，一起探讨蛋白质与肠道的全新常识。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颠覆认知的蛋白质与肠道新常识；第二，消除肠漏，显著减少炎症，并消除全身不适的终极方法论前3名。首先是第一部分，颠覆认知的蛋白质与肠道新常识。本书的2位作者是消化内镜专科医生。提到消化内镜医生，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他们主要是通过胃镜或肠镜来发现疾病。但实际上，作者们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们不仅倾听患者的身体不适，还会深入了解其饮食和生活习惯，帮助患者找回真正的健康。在多年的临床经验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肠道健康与蛋白质的摄取之间有着极其深远的关系。80%以上的人存在蛋白质摄取不足。在反复的诊疗过程中，作者们发现，许多患者虽然没有罹患重大疾病，却总是感到身体不适。通过血液检测和内窥镜检查，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80%号以上的患者都存在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蛋白质是构成身体细胞的重要原料，它对于维持健康至关重要。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身体自然难以保持活力。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存在蛋白质不足的情况呢？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肠道的健康状态。肠道问题阻碍蛋白质吸收。在进行内窥镜检查时，作者们发现，不少人的肠壁上附着着未消化的食物残渣，甚至有些人的肠道呈现出异常的黑色，蠕动能力大幅下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暴饮暴食的人身上，即使是自认为生活健康的人，也可能存在肠道问题。肠道出现问题后，人体对营养的吸收能力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的发生。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善肠道环境，使肠道恢复正常功能，就能提高蛋白质的吸收效率，让身体真正受益。也就是说，光是摄取蛋白质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能高效吸收蛋白质的健康肠道。蛋白质不足会加速老化、肥胖和健康问题。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衰老、肥胖以及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相信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已经意识到了蛋白质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会有意识地通过肉类、鱼类、鸡蛋、大豆等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然而，您是否知道，在日本80%以上的人仍然存在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作者们指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变，以及对蛋白质的误解，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蛋白质对人体的重要性。蛋白质不仅是肌肉、内脏、皮肤、头发、骨骼和血液等组织的关键组成部分，还参与激素、酶和免疫系统的抗体合成。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整个身体的基础结构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例如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内脏机能下降、骨质疏松等问题，都可能是蛋白质不足的表现。此外，人体细胞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胃肠黏膜的更新周期仅需几天，皮肤、肌肉和骨骼则需要数个月的时间完成更新。如果蛋白质摄取充足，半年后的自己可能比现在更加年轻、更有活力。蛋白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蛋白质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深度影响心理状态。近年来，精神状态不佳的人群急剧增加，而蛋白质不足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被称为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其合成就依赖于蛋白质。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血清素分泌减少，就容易导致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和动力不足。此外，血清素的减少还会影响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失眠和生活节奏紊乱。由此可见，
维持心理健康也离不开足够的蛋白质摄取。蛋白质不足还会导致低体温和代谢下降。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还会影响体温和新陈代谢。食物中的蛋白质在消化吸收过程中会释放热能，这被称为食物产热效应，可以提升体温并加速新陈代谢。然而，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这种产热效应就会减弱，导致身体易寒，基础代谢下降，甚至更容易发胖。关键在于吸收，而不仅仅是摄取。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不仅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更要提升肠道的吸收能力。仅仅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是不够的，必须改善肠道环境，确保蛋白质能够被充分吸收。为此，我们应该多摄取发酵食品、食物纤维，促进肠道健康，让肠道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最大化蛋白质的吸收率。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蛋白质对身体至关重要，但关键在于肠道健康。只有让肠道恢复正常功能，才能真正发挥蛋白质的作用。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重新认识蛋白质与肠道的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实践，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此外，减少加工食品和过量脂肪的摄入，尽量避免给肠道带来负担的饮食方式也非常重要。蛋白质其词源来自希腊语，意为最重要的东西。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因为蛋白质是支撑我们健康的基石，因此得名。是无意识的吃，还是有意识的摄取，两者带来的效果将大相径庭。希望您能从今天开始，更多关注蛋白质和肠道健康，以更好地守护自己的身体。许多人在健康检查中数值正常，即使进行精密检查也没有异常，但仍然会经历头重、乏力、疲劳难以恢复等神秘症状。实际上，这些被称为原因不明的慢性不适的症状，往往是由于蛋白质等营养不足所导致的。蛋白质不足是衰老和各种疾病的根源，即使外表看起来苗条健康，细胞层面却可能已经积累了损伤。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蛋白质的重要性，并确保摄取充足的蛋白质。那么，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呢？一般来说，每日最低摄入量为体重1000克乘1至1.5克，即60千克体重的人至少需要60至90克蛋白质，即使摄取到2克每千克也没有问题。建议您先回想自己的体重，并确认自己是否达到了最低摄入标准。此外，每餐的蛋白质摄入量也很关键。男性每餐30至40克，女性每餐25至30克。之所以强调每餐的摄入量，是因为蛋白质无法储存，一次性大量摄取并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如果一次摄取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吸收效率降低。因此，每餐补充适量蛋白质的概念尤为重要。希望您能思考如何在每一餐均衡摄取蛋白质。关于动物性蛋白和植物性蛋白，您可能已经知道，蛋白质分为肉类等动物性蛋白和大豆等植物性蛋白，理想比例是1:1，但每餐严格遵守这个比例并不现实，因此可以以几天为单位调整平衡。例如，早餐以纳豆为主，午餐选择肉类，晚餐搭配海鲜和豆腐。或者回顾前一天的饮食，如果昨天吃了较多动物性蛋白，今天就多摄取大豆食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整体饮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蛋白质平衡，这样就足够了。如果要推荐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动物性蛋白推荐鸡蛋，植物性蛋白推荐纳豆。希望大家能将鸡蛋和纳豆融入日常饮食中。此外，我们也需要大致了解主要含蛋白质的食材中蛋白质的含量。例如，肉类每100克约含20克蛋白质，鸡蛋1个约含6克蛋白质，纳豆1小盒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另外，鱼类每100克约含20克蛋白质，豆腐每100克约含7克蛋白质。相信通过这些内容，大家已经充分理解了蛋白质的重要性。
希望这些知识能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新的观点：蛋白质与肠道健康的新常识。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以为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但实际上并没有被身体真正吸收。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肠道健康。隐藏在蛋白质摄取不足背后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肠漏症。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明明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身体依然缺乏？其实，即使摄取再多蛋白质，如果肠道无法吸收这些营养，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肠漏症医学上称为肠漏综合症，是指肠道黏膜发生炎症，导致肠壁细胞之间出现缝隙，使本不该进入体内的有害物质，如病毒、细菌和毒素，渗透到血液中。肠漏症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这些异常进入的物质不仅会影响免疫系统，还会阻碍蛋白质和其他重要营养素的吸收。如果肠漏症发生，即使从饮食中摄取了充足的蛋白质，身体仍可能陷入蛋白质不足的状态，而且未被完全消化的营养物质和毒素会在体内循环，影响全身健康，可能导致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皮肤问题、肠胃不适等各种症状。长期如此，还可能引发慢性营养不足，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损害整体健康。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的肠道很健康，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如果您经常感到疲惫、提不起劲、注意力无法集中、皮肤状况变差、肠胃不适，甚至出现头痛等症状，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与肠漏症有关。实际上，研究指出，日本约有70%的人可能存在肠漏问题，这是由于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直接影响肠道健康所致。导致肠漏的主要因素包括过度压力、睡眠不足、过量摄取糖分和酒精、小麦和乳制品中的某些成分，如麸质和酪蛋白，可能破坏肠道环境，增加肠漏症的风险。由此可见，想要真正吸收蛋白质，并非只是增加摄取量那么简单，还需要关注肠道健康，避免不良生活习惯，以确保身体能够充分利用所摄取的营养。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我将讲解消除肠漏、显著减少炎症并消除全身不适的终极方法论前3名。蛋白质是支撑我们健康的基础，但如果肠道没有正常功能，即便摄入了蛋白质，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因此，建立一个不漏的肠道是获得健康身体的第一步。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建立强健的肠道，消除身体的不适呢？我将介绍3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首先要介绍的是消除肠漏并消除全身不适的方法之一，即应对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这是肠漏的最大原因之一。肠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量摄入糖类或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许多人认为，像乌冬面、米饭、面包这些碳水化合物比其他蛋白质类食物更容易消化。然而，胃镜检查表明，这些食物经常在胃中未被消化，停留很长时间。碳水化合物在胃中的消化进程较慢，必须等到进入小肠后才能吸收，因此它们在胃中的停留时间非常长。相反，蛋白质则通过胃分泌的消化酶进行分解，因此意外的会较快消化。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对肠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整个消化系统过度运作，容易导致疲劳，并使肠道黏膜更容易发生炎症。此外，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在肠道内异常发酵，破坏肠道环境，导致有害菌的增生，这进一步加剧了肠漏的恶化。而暴饮暴食也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是应该避免的行为。吃饭时应慢慢吃，充分咀嚼，以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减轻肠道的负担。此外，过量摄入糖分也是一个大问题。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血糖迅速上升，身体会分泌大量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仅会导致容易发胖，还会引发肠道炎症，
碳水化合物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营养素，如果摄入方式不当，可能会引发多种负面影响，因此正确摄取是非常重要的。关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结论要告诉大家，那就是蛋白质比碳水化合物更为重要，因此蛋白质优先是正确的做法。为了恢复肠道健康，我们必须优先摄入蛋白质，采取蛋白质优先的饮食方式。例如，早餐可以选择鸡蛋或纳豆，午餐可以选择鸡肉或海鲜，晚餐可以加入豆腐或瘦肉，这样可以平衡地摄取蛋白质，同时搭配维生素 B 群、锌和维生素 C 等，可以促进蛋白质的代谢和吸收。大家是否经常只吃白米或面包作为主食呢？现代人的饮食往往偏重碳水化合物，因此我们需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反而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从而恢复肠道健康。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二个方法是通过消除肠漏来解决全身不适的问题。这个方法是尝试停止摄入含有小麦面筋的食物5天。我们之前提到过，要理解蛋白质的重要性，并保护肠道健康。但有一部分蛋白质可能对肠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小麦面筋就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平时常吃的面包、面条中含有的这种成分，实际上可能给您的肠道带来很大的负担。小麦面筋是由小麦面粉中的2种蛋白质，谷蛋白和麦胶蛋白交织形成的网状物质。它赋予面包松软感和面条有嚼劲的特点，看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但这种粘性物质对肠道来说却可能是问题的根源。小麦面筋很难被消化，容易在肠道内残留并产生粘性，像胶一样粘附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导致肠道环境恶化，从而成为肠漏的诱因。更有甚者，像乳糖不耐症一样，还有一种被称为小麦面筋不耐症的体质，这类人群无法消化小麦面筋，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疲劳、皮肤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等全身性的困扰。若出现类似症状，说明小麦面筋可能正在对您的肠道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麦面筋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长期食用面包、面条、比萨等食品后，身体会不自觉地依赖小麦面筋，想要从饮食中去除它变得非常困难。正因如此，很多人即使想改变饮食习惯，也很难做到。持续摄入小麦面筋会提高肠漏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慢性炎症，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免疫力下降、皮肤问题和精神状态不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避免小麦面筋的负面影响，全球各地很多人采用了无面筋饮食法。无面筋饮食是指排除或限制含有小麦面筋的食物。这一饮食方式因世界著名网球选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实践和成功而广为人知。德约科维奇从小吃比萨，长期大量摄入小麦面筋。尽管他从小就刻苦训练，但一直饱受慢性健康问题困扰，成绩不稳定。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无面筋饮食，结果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集中力提升，最终在多个大满贯赛事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当然，个体对小麦面筋的反应差异较大，要了解小麦面筋是否对自己身体有不良影响，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尝试停止摄入小麦面筋5天。这是作者推荐的5天无面筋挑战，即在这5天内彻底排除面包、意面、乌冬面等含小麦面粉的食品。通过短期的尝试，您可以观察到自己身体状况和肠道健康的变化。很多在5天内停止食用小麦面筋的人表示，疲劳感消失了，注意力提高了，皮肤状况变好了。如果您能够亲身感受到这些积极的变化，那无面筋饮食的持续实施就会变得更有动力。对于喜欢吃面包和面条的人来说，完全禁止食用小麦面筋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可以先从减少食用频率开始。例如，可以规定每周只吃1次面包，或者用米粉面包和无面筋食品替代小麦粉制品。
逐步减少小麦食品的摄入，能够在缓解依赖症状的同时改善肠道健康。这些努力不仅对肠道有益，也对全身健康产生极好的影响。因此，这绝对是一次值得尝试的有益实验。请尝试一下5天的无面筋挑战吧。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种方法是通过停止摄入导致肠漏的乳制品，来消除全身的不适。大家都知道，酸奶对肠道有益，但实际上，作者并不推荐通过食用酸奶来促进肠道健康。这是因为约90%的日本人无法有效消化乳制品，即他们对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症是指消化乳制品所需的乳糖分解酶乳糖酶无法充分生成，或其作用较弱的状态。由于这一原因，很多人在食用乳制品后会出现腹部不适或腹泻。然而，症状轻微的人可能并未察觉到这一点，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吃了酸奶后便秘得到改善。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轻微的腹泻而已。作者指出这点。不仅如此，乳制品中所含的酪蛋白也是一个问题。酪蛋白难以消化，可能以未消化的状态进入肠道，并引发肠道细胞的炎症，导致肠壁上出现小孔，这就是所谓的肠漏状态。当肠漏发生时，食物碎片和毒素会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引发全身的炎症。此外，乳制品也是延迟型食物过敏的常见原因之一。这种类型的过敏症状通常在食用后几小时到几天才出现，因此很难意识到自己是对什么食物产生了过敏反应。这可能导致慢性疲劳、皮肤问题、注意力下降等各种不适。延迟型过敏症状通常看起来比较轻微，但如果放任不管，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需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作者建议，首先可以尝试停止摄入乳制品，看看身体的反应。建议将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从日常饮食中暂时去除，然后仔细观察身体的变化。例如，如果皮肤变得更好，胃部感觉清爽，身体感觉轻松等积极变化出现，那就说明乳制品可能不适合您。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重新认识蛋白质与肠道健康之间的重要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提升自己的整体健康水平。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